俄南部能源网遭重创，乌连环远袭俄空军基地，乌军前线猛烈反击，连毁3套防空系统，全面压制俄军。童军村再夺主动，乌军收复11.5平方公里，俄军高伤亡难取胜。莫斯科网络瘫痪，俄战略能力面临前所未有压力。乌英达成无人机协议，波兰火炮产能暴增，俄战略轰炸机示威失效。政坛大地震，乌克兰2号人物住所遭突击搜查。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最新作战通报称，多处俄罗斯关键军事与能源设施在最新一轮远程打击中遭到命中，其中包括萨拉托夫炼油厂、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的无人机部署点，以及俄方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占领区的兵力集结区域与油料仓储设施。通报指出，位于俄罗斯境内的萨拉托夫炼油厂在此次行动中受到直接打击，该设施是当地能源供应的重要节点，其受损不仅可能影响区域燃料调度与军用油料保障，也可能对俄方军事行动和民用能源网络造成连锁压力。最新消息还显示，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基列耶夫卡的500千伏沙赫特变电站遭到袭击。该设施是区域电网中的核心节点，其受损可能对整个南部能源系统带来连锁影响。沙赫特变电站并非普通电力设施，而是连接多条能源命脉的战略级枢纽，承担着多区域电力汇流与调配任务，具体包括罗斯托夫电力系统、南部统一能源系统的中枢区域、顿巴斯地区、沃罗涅日州。该变电站一旦出现严重损毁，将不仅影响地方供电，还可能对跨区域电力传输造成冲击，牵动整个南部能源网络的稳定性。能源分析人士指出，针对高压变电站的打击，往往意味着行动者的意图已不再局限于战术骚扰，而是直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后方保障能力。一处关键节点瘫痪，可能引发连锁故障，造成更广泛的供电中断，交通与工业生产受影响。目前，相关部门尚未公布详细损毁程度，抢修与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次袭击让本就承压的南部电力系统雪上加霜。另外，多段经核实的视频显示，位于别尔哥罗德州德拉贡斯科耶地区的一座关键变电站在无人机袭击后猛烈燃烧，火光冲天，照亮夜空。现场画面显示，变电设备被精准命中，电力设施陷入全面瘫痪状态。不仅是一处目标，消息称，多座电力节点与变电站在同一时段遭到无人机轮番打击，导致别尔哥罗德部分地区出现大面积停电。居民区、工业设施和交通系统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整座城市的电力神经系统正面临严重破坏。目前，当地政府已启动紧急评估程序，统计损失并抢修受损设施。但由于打击范围广、节点分散，恢复供电面临巨大挑战。分析认为，这轮攻击具有明显的瘫痪基础设施特征，意图切断能源供给，制造后方混乱。与此同时，库尔斯克地区战事持续升温。最新前线消息显示，隶属于 Ballista 部队的 Requiem 特种作战小组正在该地区展开新一轮高强度行动，进一步扩大所谓安全区、卫生区的控制范围，对多个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据战场通报，此次行动中 Requiem 小组成功击中多处重要目标，包括一名骑摩托车人员、2辆卡车、2套通信天线设备、1套 SKVP 系统、1门火炮，以及2套具备较强干扰能力的电子战系统 COP2。相关目标多涉及机动、通信与电子对抗领域，被认为是支撑前线运作的关键环节。分析指出，这一轮打击重点明显集中在切断机动能力、瘫痪通信节点、削弱电子战能力3个层面，体现出明确的战术意图。多点同步打击不仅削弱对方后勤与指挥体系，也为后续地面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乌方最新战场通报显示，在过去3天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成功摧毁3套俄军防空系统，其中包括山毛榉与道尔2类中程近程防空武器系统。此次行动由隶属于乌军第412复仇女神旅的 Asgard 无人作战营执行，
并在行动中与第12特种行动中心以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特种部队喀布尔9展开协同作战，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乌方称，此次打击有效削弱了对方防空网路，为后续无人机行动和空中任务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空间。防空系统作为战场关键资产，其被摧毁通常意味着相关区域的空防能力短期内难以恢复。军事分析人士指出，连续多日针对防空系统的打击，反映出乌军正将打击重点从单一目标转向体系削弱，试图通过压制防空节点，打通纵深打击通道，为后续行动提供掩护。乌方通报还提到，在顿巴斯方向的暂时占领区，针对俄军兵力集结区域以及燃料与润滑油仓库的多轮远程火力行动已经实施。这些目标的被摧毁不仅直接影响当地部队补给效率，也对俄军前线攻势的持续性形成制约。整体来看，此轮行动呈现出针对性与纵深破坏并行的特点，通过打击俄境能源节点、空防核心与占领区后勤储备，乌军试图以高价值目标削弱俄方作战体系，扩大其前线压力并加速战场失衡。东北战线的沃夫昌斯克，乌克兰第16军团11月27日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发布战报称，他们已完全掌控沃夫昌斯克战场局势，并有效抵御俄军进攻。乌方指出，俄军在信息空间中不断发布所谓胜利报道，包括库皮扬斯克和沃夫昌斯克周边局势，这些宣传并非偶然，而是刻意制造成功推进假象，旨在影响乌克兰军民情绪，削弱社会韧性。乌军声明，第16军团抵挡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大多数入侵者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坟墓。沃夫昌斯克在敌军眼中已成为死亡的代名词。沃夫昌斯克是一座暂且人口仅 1.7 万的小镇，俄军对该城的围攻已持续565天，付出了约3万名士兵的代价，仍未完成占领。哈尔科夫州的库皮扬斯克战线没有出现重大突破。俄军沿铁路线推进至皮什恰内村并渗透至库里利夫卡，但随后乌军迅速反击，清除俄军残余部队，并沿铁路线向东推进，同时与沿公路北上推进的突击部队协同作战，夺回部分铁路东侧阵地。通过一系列反击，乌军联合部队共收复约 24.6 平方公里领土，彻底打破了俄方在库皮扬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制造的包围胜利叙事。莱曼方向仅发生零星交火，战线总体平稳。波克罗夫斯克东北方向，俄军试图争夺 M30 公路控制权，但乌军特种部队通过快速穿插与战术分割，有效清除敌轻步兵，保持防守优势。米尔诺格勒东部小规模突击也被乌军成功击退。乌第1独立突击团、第475独立突击团、第225与第425独立突击团组成的联合攻击群在前线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使用战斗机器人与机器狗减轻伤亡并运送伤员。另外，俄车臣势力也遭遇袭击。在格罗斯尼郊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车臣阿赫迈特北部军驻地。该部队长期被视为卡德罗夫的政治武装象征，甚至被戏称为抖音部队。此次打击虽战略价值有限，但在心理和象征层面对车臣体系造成冲击。同时，乌军缴获的部分非洲籍雇佣兵主要来自肯尼亚，引发对俄军用兵方式的争议。约旦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招募约旦公民作为雇佣兵，警告其面临严重法律和生命风险。乌克兰红军村战线再度传来强烈信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11月27日亲赴该城市战区，在炮火与无人机鸣响不断的前线视察防御部署，并在指挥部宣布乌军近期从俄军手中重新夺回 11.5 平方公里土地。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瑟尔斯基在近期至少第5次抵达红军村沿线，足见该方向战斗之激烈，也说明乌克兰并未如俄方宣称那样失守城市，反而在关键区域重新掌握主动。一线指挥官提供的情况更为直接。乌克兰第425突击团军官表示，目前红军村整体局势处于乌方掌控之下，乌军部队不仅抵达市中心区域，
还牢牢控制全部后勤补给路线，守军能够定期轮换，没有出现补给中断或阵地崩溃。瑟尔斯基强调，乌军正在展开针对性的反攻行动，并在过去2天持续扩大控制范围。乌克兰第7军指挥官的说法与之形成印证。他指出，防御部队成功阻止了俄军的推进，主要交战区域沿整条铁路展开。乌军从铁路以南实施突袭并完成设伏，对俄方前沿编组造成有效打击。面对俄军试图隐藏在建筑群之间，伺机突破城市北侧防线的战术，乌克兰则以密集无人机网络和火力覆盖进行拦阻，迫使对方难以推进。与此同时，乌克兰特种部队继续在城区外围执行搜索打击任务，通过伏击、侦察打击与机动压制，不断削弱俄军前沿力量。乌方承认，目前城市大约有一半区域仍处于俄军掌控之下，但俄方多次宣称已完全控制该城。从11月4日至11月25日期间的几次提前宣布胜利均被证明过于草率，更多只是政治宣传而非战场现实。对外而言，这是红军村近期最为积极的战况更新，也让长期关注基辅前线的人暂时松了一口气。但必须指出，局势仍未稳定。俄军依旧投入大量兵力持续冲锋，试图以堆叠式攻势争夺城区，并对外宣称已取得重大突破。这场围绕波克罗夫斯克持续1年多的攻势，已成为俄军代价最高昂的战役之一。多家西方机构估算，自俄方在2024年7至8月全面推进至今，仅波克罗夫斯克轴心地区的俄军伤亡接近11万人，其中确认阵亡逾1.8万人。伴随的是装备的巨大损耗，数百辆坦克、装甲车辆、火炮系统以及数以千计的无人机在持续的城市巷战中被摧毁。乌军试图通过这种高密度、低推进的持久防守，将俄军拖入资源与兵源的深层磨耗战。与此同时，库皮扬斯克方向同样出现反击进展。乌克兰第14机械化旅摧毁了俄军冰雹 P 多管火箭炮系统以及2辆布汉卡军车。过去数日，乌军在红军村与库皮扬斯克2个焦点战区同步开展打击行动，显示其前线策略不再单一防守，而是在多处战线寻找逆袭窗口。整体来看，乌克兰的行动正在改变局部战局，但俄军依旧处于强攻姿态，双方在未来数日仍可能爆发更激烈的争夺。莫斯科的战争阴影正在进一步逼近城市生活层面。11月27日前后，俄罗斯首都大范围出现网络瘫痪，不仅移动通信受到影响，家庭宽频也大面积失灵，大批民众在社交平台上投诉。类似状况同样波及弗拉基米尔、布良斯克等地。虽然俄方随后宣称网络已恢复正常，并试图淡化影响，但自俄乌冲突扩大以来，类似的大规模通信故障屡次上演。2025年以来尤为频繁，莫斯科机场多次出现断网、停飞乃至航班管制的特殊情况，显示俄方基础设施已长期处于高负荷甚至脆弱状态。与此同时，俄罗斯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平台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也遭遇严重损毁。就在俄方此前为联盟 MS-28 飞船的3名宇航员举行高调发射宣传后不久，该基地第31号发射台在回收作业时遭火箭尾焰冲击，其底座结构被直接吹塌，现场留有清晰可见的破坏痕迹。俄方试图将问题归咎为局部小范围受损，强调设施仍可修复，但外界普遍认为修复周期可能长达2年，甚至导致俄罗斯在载人航天领域出现战略性能力缺口。部分西方情报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俄罗斯60年来首次失去有效载人发射能力，因为此刻他们已再无替代发射场可用。曾经被视为全球顶尖的俄式航天工业，如今显露衰退迹象。另外，莫斯科并未在军事强势上有所收敛，俄军当天出动3架图22战略轰炸机在波罗的海上空长时间巡航，持续约5小时，伴随苏27与苏35战机护航。北约方面迅速启动应对程序，瑞典空军 JAS-39鹰狮和意大利空军台风战机紧急升空进行拦截监视。今年以来，俄军与北约军机在海空多次对峙，
波罗的海、黑海与北方航道均成为高频博弈区域，双方的战略警戒与空中力量展示没有丝毫降温迹象。乌克兰与英国国防部签署了一项关键性协议，英国将生产部分八爪鱼拦截型无人机，并计划实现月级别的批量生产，规模可达到数千架。这不仅意味着乌克兰在前线将获得稳定的防空与拦截能力，还象征着英国在无人机战争新阶段的战略介入。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将全面提升国内中短程防空系统的生产能力。他强调这些系统对前线作战和能源基础设施保护的重要性，并直言乌克兰绝不能依赖全球市场或外国库存，拦截器必须按时生产，任何环节都必须承担责任，因为这关乎国家存亡，关乎战争能否继续支撑下去。在欧洲的另一端，波兰也做出了惊人的军事工业决策。国防部长卡梅什宣布将155毫米炮弹的产能提高30倍，几条全新的自动化生产线即将启用，未来的年产量将达到100万发。这不仅是欧洲多年未现的战争规模生产，也是对俄乌战局长期化的直接回应。波兰的这一动作指向性非常明确，它不再寄望于战争快速结束，而是选择为乌克兰提供持续火力保证。然而，俄罗斯仍旧在用强硬的军事动作展示存在感。俄军3架 Tu-22M3 战略轰炸机在 C-27S 和 Su-35S 的护航之下，于波罗的海执行所谓训练任务，结果触发了瑞典和爱沙尼亚基地的北约战机紧急升空戒备。这种行为很清楚，它更像是一场武力示威，不仅针对乌克兰，也针对整个欧洲。讽刺的是，军事高压的另一面，普京却再度摆出外交姿态。他声称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入侵计划，甚至说可以写下来，并表示愿意就欧洲安全体系坐下来讨论问题。他反复强调我们的西方伙伴这一表达，庞佛试图展示一种合作姿态。但这种安抚式的话术与战略轰炸机的出动形成了鲜明反差，一边恐吓，一边施压，一边试图让欧洲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接受俄罗斯提出的所谓和平方案。然而，欧洲这一次显然并不买账。欧洲议会当日通过了一项重要新决议，态度非常明确，欧洲必须参与任何与乌克兰有关的和平谈判。被冻结的俄罗斯3000亿美元资产将被没收并移交基辅。克里米亚与顿巴斯不会被承认为俄罗斯领土，任何协议都必须以俄罗斯完全撤军为前提。乌克兰政坛突然爆出震撼消息。当地时间11月28日，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与专门反腐检查机构 SIPO 同时出动，对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的住宅和办公室实施搜查行动。这位被视为乌克兰2号人物的核心幕僚，在1天之内经历了辞职、被解职与搜查3连击，引发巨大关注。叶尔马克随后在社交媒体证实搜查属实，并强调自己将全力配合调查。他的律师当时已在现场。乌方官方消息称，这次行动属于能源腐败案的延伸调查。涉案的原乌克兰能源部长格林丘克此前被指卷入金额约1亿美元的腐败案，调查逐步扩大，最终波及总统办公室层面。在乌克兰，叶尔马克的地位远超幕僚长这一称谓。他自2020年掌握总统办公室大权以来，长期主导关键对外谈判、人事协调与安全议题，被普遍视为泽连斯基最信任的政治盟友，也是政府内部实际权力的第2核心人物。调查触及他本人，意味着这次腐败风暴已不是普通的官僚案件，而是直指乌克兰政府的神经中枢。比搜查更引发震动的是行动背后可能存在的国际因素。NABU 与 SIPO 曾多次被指获得美国与西方机构支持，其运作独立性备受争议。因此，当调查瞄准叶尔马克时，外界立即联想到更深层的政治博弈。乌克兰舆论高度紧张，认为这不是单纯的反腐行动，而可能是权力重构的序幕。叶尔马克以强硬著称，在对俄态度与停火问题上尤其坚决。今年，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直言，只要泽连斯基还是总统，默认该指望我们放弃领土，
这句话曾被视作乌克兰当局对投降协议的明确拒绝，但同时也留下一层暗线。如果泽连斯基不再是总统，态度或许会被迫改变。也正因此，叶尔马克被认为是阻止屈辱和平的关键人物。在欧美政界关于乌克兰战局的争论日益激烈之际，这次搜查的政治意味更显复杂。有观点认为，如果泽连斯基团队内部权力核心出现裂缝，华盛顿与莫斯科可能推动一份外部主导的和平方案，乌克兰可能被迫放弃顿巴斯、克里米亚乃至南部部分地区，军力遭大幅削减，美国安全承诺也将变得遥不可及。从内部来看，叶尔马克事件无疑是对泽连斯基的一次沈重冲击。过去5年，叶尔马克几乎是总统的一只影子手臂，处理谈判、整合资源、平衡军政界限。如今，核心助手被调查与解职，总统办公室势必重组，政治动荡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将在俄乌冲突最严峻阶段放大影响。国际层面，西方盟友对乌克兰的援助与信任高度依赖反腐改革的表现。叶尔马克落马可能被视为乌克兰对外释放雷霆震慑的姿态，但也可能成为连锁效应爆发的起点。若调查进一步扩大，乌克兰政府内部更多人物被牵连，不仅将撼动国内政权稳定，外部援助体系也可能面临重新评估。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